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。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：王一博肖像权案胜诉，3公司公开致歉赔偿，维权零容忍释放强烈信号。内娱维权再传好消息，王一博肖像权侵权案正式落定。3家擅自使用其肖像进行商业宣传的公司，现已公开赔礼道歉，全面下架侵权素材，并依法履行赔偿责任。这一结果不仅为当事人讨回公道，也再次向市场释放出清晰信号，在明星肖像权保护问题上，法律底线不容试探，所谓蹭热度的侥幸心理，终将付出代价。关注内娱多年，明星肖像被滥用的情况并不罕见。流量时代，明星自带关注度与商业价值，顶流艺人的一张照片、一段视频，往往意味着可观的曝光与转化。一些小商家、小公司正是看中了这种流量红利，试图走捷径，未经授权擅自使用艺人照片做产品宣传，甚至直接打出合作、推荐、代言等模糊甚至误导性的字样，以此博取消费者信任。这类行为表面看世界是营销，实质上却触碰了法律红线，不仅误导消费者，也严重侵害艺人的合法权益。据企查信息显示，本次涉事的3家公司分别为郑州酒药醉商贸有限公司、华乐青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合肥新巨亮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经法院认定，这3家公司在未取得合法授权的情况下，擅自使用王一博肖像进行商业推广，构成对其肖像权的侵害。法律层面的定性十分明确，未经许可将他人肖像用于营利性活动，属于典型的肖像权侵权行为。这起案件的落定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，一方面源于王一博本人的公众影响力，另一方面也因为其团队一贯零容忍的维权态度。面对侵权行为，没有选择沉默或私下和解，而是直接走法律程序，通过司法途径维护权益。这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当下内娱行业的一种风向标，流量再大也必须在规则框架内运作，商业再急也不能逾越法律边界。从公开结果来看，3家公司已向王一博公开致歉，第一时间下架涉案产品及相关宣传素材，并承诺严格履行法院判决，承担相应赔偿责任。公开致歉不仅是对权利人的补偿，更是一种对社会的交代。因为在很多类似案件中，侵权方往往抱着先用再说的态度，等到被追责才仓促整改。此次3家公司主动执行判决，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司法裁判的震慑力正在增强。事实上，明星肖像被滥用的现象早已成为行业顽疾。剧照被随意截取，活动图被2次拼接，海报被改头换面，甚至还有商家伪造代言海报，编造合作关系，以擦边方式误导消费者。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，看到熟悉的明星面孔，往往会下意识提高信任度，从而降低警惕心理。这也正是一些不法商家利用的心理机制。但当消费者发现所谓代言并不存在时，损失的不只是金钱，还有对市场诚信的信任。按照民法典相关规定，公民依法享有肖像权，未经肖像权人同意，不得制作、使用、公开其肖像，尤其不得以盈利为目的进行使用。法律明确列出了停止侵害、消除影响、赔礼道歉、赔偿损失等责任形式。这意味着，任何试图通过模糊、授权、默认、许可等方式为自己开脱的行为，都难以在法律面前站得住脚。法律条文并不复杂，关键在于执行与认知。回到王一博这起案件本身，其团队多年来持续高效维权，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法律应对机制。
无论侵权主体规模大小，只要构成侵权，就依法追责。这种不分对象的态度，本身就是对行业乱象的一种纠偏。因为在过去，一些小商家可能会误以为体量小、金额低就不会被追究，或者明星团队懒得管。但现实证明，只要侵权成立，就必须承担后果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类维权行为并非单纯为了经济赔偿。对于艺人而言，肖像不仅是一张脸，更是一种品牌资产，是多年经营的公众形象与商业信誉的集合体。一旦被不当使用，尤其与质量存疑或定位不符的产品挂钩，可能对艺人形象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。因此，及时制止侵权，明确划清界限，本身也是对粉丝和消费者负责。从行业角度看，频繁曝光的侵权案例也在倒逼市场规范化发展。随着公众法律意识提升，消费者对真假代言的辨识能力增强，商家若仍抱侥幸心理，风险成本将越来越高。一次侵权可能换来的是公开道歉、赔偿损失，甚至品牌信誉受损。长远来看，合规经营远比蹭流量更具可持续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肖像权侵权往往并非孤立存在，它常常与虚假宣传、商标侵权等问题交织在一起。尤其在电商与短视频平台高度发达的当下，一张图片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被大量转发、复制，侵权传播速度远超传统媒介。这也对艺人团队的监测能力提出更高要求。如何在海量信息中及时发现侵权线索，如何固定证据、快速立案，都是现实挑战。王一博团队此次维权的迅速推进，也体现出专业化运作的重要性。从取证、起诉到判决执行，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严谨的法律支撑。维权不是情绪表达，而是法律博弈。最终能够获得胜诉结果，说明证据链完整，事实清晰，法律适用准确。对外界而言，这不仅是一则娱乐新闻，更是一堂生动的法治公开课。当然，也有人会提出疑问，频繁维权是否会让公众产生动辄起诉的印象？但从法律逻辑来看，权利的存在本就以可主张为前提。如果面对侵权选择沉默，反而可能助长更多模仿行为。尤其是在流量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，一次成功的蹭热度案例可能会迅速被复制。唯有通过持续、公开的维权行动，才能形成有效震慑。3家公司此次公开认错、履行判决，也给所有试图借明星流量牟利的商家敲响警钟。商业合作必须建立在合法授权基础之上，任何口头承诺、截图拼接都不能替代正式合同。正规授权流程或许繁琐，但那是对品牌、对消费者、对艺人3方负责的必要程序。绕开程序，最终付出的代价往往远高于授权本身的成本。从更宏观的层面看，明星维权的频率提升，也折射出整个娱乐产业正在走向更加规范化的阶段。过去灰色地带较多，如今随着法律意识增强与司法实践丰富，边界逐渐清晰。艺人不再只是被动承受流量红利与风险，而是主动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。这种转变对行业长期健康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。对粉丝而言，看到偶像依法维权，往往会产生支持与认同感，因为这不仅是在保护个人形象，也是在维护一个更公平的市场环境。对消费者而言，清晰的授权信息能够减少被误导的可能，提高消费决策的透明度。对商家而言，则是一次现实提醒，规则已经在那里，越早适应，越能避免风险。在流量为王的时代，明星肖像确实拥有强大的商业吸引力，但吸引力越大，越需要规则护航。王一博肖像权案的胜诉，并不是孤立事件，
而是众多艺人维权行动中的一个缩影。他再次强调一个朴素却重要的原则：尊重他人权利是所有商业活动的起点。当3家公司公开致歉、下架素材、履行赔偿责任，这场纠纷在法律层面画上句号，但其带来的行业反思却仍在继续。或许未来仍会有类似案件出现，但可以预见的是，随着一次次明确裁判与公开执行，侵权成本将不断提高，侥幸空间将不断压缩。你平时刷到过盗用明星肖像的虚假宣传吗？对于艺人这样坚决走法律程序维权的做法，你是否支持？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感谢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，请记得点赞、评论并订阅频道。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。再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